我们剛剛聊過了骨骼，聊過了心腦血管哈，那除了這些基礎的結構之外，其實還有一些比如說我們現在特定高發風險的一些區域啊，例如說大家非常關心的肺部的一些病變，比如說肺癌呀等等這種非常嚴重的病變，那有沒有一些針對性的篩查的底線？其實我們比如說，針對咱們就說肺部這個叫特高風險區域啊，那咱們其實公認的檢查應該現在都叫做低劑量螺旋 CT。其實這塊我也強調一個觀點，就是目前醫院上合理合規的檢查，其實都是一個低劑量的檢查。咱們完全不必要擔心這個輻射的劑量。它的輻射劑量是顯著低於我們常規檢查的，因為畢竟它是一個有效的一個早期篩查的一個工具。那麼其實肺部的這個早期病變啊，怎麼說呢？就是說發現的時候應該是極早期的一個病變。那麼這會兒其實我們通過一些手術治療啊，治癒率是非常的高的。但是普通胸片啊，對於我們這個肺部的這個疾病檢出率確實不是很高，所以我們推薦的叫這個低劑量 CT 檢查。這塊也是有這個適用人群的。比如說我們經常說的，就是說年齡50歲到75歲之間，比如說我們吸煙史已經有大概20年了，一天能吸比如1包左右，這個就是一個非常高危的一個狀況了啊。那麼我們篩查的時候就應該怎麼樣？就是說每年一次這個低劑量 CT 的檢查。那麼針對我們這個特殊人群，我們也明確的建議，就是要每年定期進行我們影像的這個一個篩查，這個是十分有必要的。進行一個年度檢查。哎，對。那剛剛提到的更多的呢是基於風險的一個主動篩查啊。那當然還有一些情況呢，就是比如我們的身體已經發出了一些明確的警報的信號了啊。那這個時候我們的影像檢查又扮演着什麼樣的角色呢？對，就像您剛才提到的啊，這個警報信號這個就不再是篩查了，這個是診斷了。也就是說，我們身體一旦發出這種紅色警報的症狀的時候，我們影像的診斷是迅速明確的，而且指導的我們臨床進行緊急干預，這是關鍵的第一步。比如說我們在夜間突然間發生劇烈的頭痛嘔吐，那麼這塊就提示我們應該緊急的去醫院來排查我們是否有腦出血的狀態。我們要做緊急的頭颅 CT 檢查。那麼現在各大醫院也有這個胸痛中心，比如說我們出現了這種急性的胸痛，那麼我們就應該排查我們叫胸痛三聯。胸痛三聯指的是我們比如說肺動脈，然後冠狀動脈加上我們的主動脈。這塊就要排除我們主動脈夾層、肺栓塞和心梗，這都是比較嚴重的疾病了啊，要緊急的去醫院來做相關的心臟相關的檢查。明白了。所以這份路線圖可以說是非常非常的清晰了啊。但是呢，日常生活呢其實並非完全按照檢查的時間表來運行的啊。我們有在2次關鍵檢查之間的這個漫長的時光當中啊，其實身體也難免會發出一些小的信號，比如說這個走路的時候啊，或者運動的時候，這個關節的彈響啊，比如說一些短暫的這個體位性的頭暈啊、頭疼啊，或者是偶發性的這種腰背的痠痛啊等等，這些其實也是我們經常日常不得要去面對的這種實際的一些困惑啊。我們怎麼樣去判斷哪些信號是需要我們立刻去啟動影像檢查的警鐘，哪些呢又是可以通過日常我們這個7分養就夠了，我們就可以來觀察它、緩解它啊，來獲得這個相關的提醒。這個分寸怎麼樣去把握？其實這個是我們日常焦慮的主要來源。對，這個吧，其實在我們的這個健康自我管理之中，非常具有挑戰性，也特別需要我們自我的一個智慧。這塊其實我想跟大家分享一套非常簡單、非常實用的一個身體信號識別和應對的一個框架，希望也能為我們手中這個健康自查參考指南。我們可以將我們身體發出的信號分為2部分，一部分叫做紅旗警報，或者說另外一部分叫做黃旗提醒。我們拿紅色和黄色來區分啊，紅色就叫做警報了，黃色的叫做提醒。那麼它的對應的策略是截然不同的。用顏色來區分的，非常的直觀了哈。那我們就先來談一談這個紅旗警報，顯然聽起來就更嚴重一些了啊。那需要我們去緊急的處理它，您幫我們介紹一下哪些信號是需要我們毫不猶豫立即採取行動的？
对，紅旗這個警報一旦拉響啊，就是指的我們身體發出了一個我們必須要立即盡快求醫的這麼一個強烈的信號。那麼通常我們指的是幾個關鍵點啊，叫做突發的、劇烈的、新發的、進行性加重的這麼一個特徵。那麼就往往意味着可能存在我們這種叫急性進展性的一個器質性的一個改变。那具體的這個疼痛的方面哈，怎樣的疼痛特徵？我們要把它視為紅旗的警報，它對應着什麼樣的一些危急的病症？好，比如說我們剛才提到的啊，說突發、剧烈、持續不緩解的這種頭痛，這可能是我們一生中感覺到最大的一次頭痛，有一種像爆炸一樣、雷擊一樣的一種頭痛，而且還伴隨着我们有嘔吐、頸部僵硬、意識改變。那麼這塊我們一定要意識到，我們可能會出现了腦出血的這麼一個症狀。腦出血也是我們紅色警報裡邊的最大的一個提醒吧。那麼我們就要緊急的要去立即去就醫，要排查 CT， 要排查头颅 CT。那麼剛才我们還提到了這個心血管系統。心血管系統裡邊有一個，咱們說胸部或者背部，尤其是左胸啊，以左胸左背部為主，有一種叫撕裂樣或者叫刀割樣的那種疼痛和背痛，這塊就指向着我們說什麼會不會有主動脈夾層、有心梗。那麼這類患者可能會大汗淋漓，然後會有一種瀕死的感覺。那麼這塊也提示我們一定要趕快就醫，這個問題非常的嚴重，千萬不能再等了。那麼對於我們這個腹部來講，比如說我們說腹部有這種劇烈的刀割樣的疼痛，包括有腹部的僵硬。我們經常說一個概念叫板張腹。板張腹就像腹部就像一個大板子一樣，摁都摁不動。那麼這塊就提示我們，腹部可能會有一些急症發生了，我們也要趕緊去醫院，要做一個腹部 CT 的一個完整的一個排查。所以以上啊，我們剛剛提到了這個日常當中有可能會遇到的非常非常緊急的這種情況。那還有哪些除了疼痛以外的非疼痛類的這種紅旗信號？比如說疼，這個我們難以忍受，我們可能真的就會有主動去求醫的這個訴求了。但是有一些其實它可能非疼痛類的，您也幫我們介紹一下。對，就這種吧，剛才咱們也說了，是需要一個智慧的一個辨別吧。對，就是說我這兩天頭痛，但是呢，我好像又沒那麼重了。但是我們說的這個紅旗信號在這塊不是這樣的，它應該是進行性的一個加重。也就是說，我今天疼，我明天更疼，後天更疼。那麼這塊就要提示我們，就是說，隨着它的這個感受的範圍越來越大，程度越來越重，那麼我們要考慮，我們這個就是一個紅旗的警報了。再比如說我們出現，剛才咱們提到的叫腦卒中哈，比如說我們突然間口齒不清了，我們想說話說不太明白，然後我們的这个口眼歪斜了，或者视物模糊看不清了一側肢體無力，然後走路不太穩了，或者甚至我們出現了大小便失禁的這種情況，那麼我們也是一定要緊急就醫，要做一些必要的影像的檢查。有的時候比如說是做CT， 有的時候根據我們的位置，或者說要做一些磁共振的一個檢查。還有就是我們如果出現了外傷，因為現在大家也知道，就是這個冬天嘛，這個穿的衣服也多，有的時候騎這個電動車呀，或者說有這路上出現了一些意外啊什麼的，如果我們頭部因為外傷受了一些這個撞擊或衝擊以後啊，出現了意識的障礙煩躁，包括我們又反覆的提到，就是說噴射性的這種嘔吐，包括我們的這個耳鼻啊流出一些水樣的液體，那我們可能說叫腦脊液啊，那麼這塊也提示我們一定要判斷是否有這個顱內的骨折、顱內的出血，這個是非常嚴重的一個情況。如果說我們不能夠及時檢查的話，那可能就會造成一個不可逆的一個後果。